大家好，我们是 Kitchen Lab。我们的使命呢，就是要把台湾的好味道带到全世界。Kitchen Lab 相信一件事情，台湾有很多很棒的传统餐饮品牌。那这些传统餐饮品牌呢，他们的价值其实不应该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消失掉。我们觉得它应该能够被传承、被放大、被量化，甚至被全世界看到。画面上看到的这些上面的三重很有名的鸭霸切子面，到下面行记顶边错，这些味道到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在台湾，近3年来，已经有45间这样的传统老品牌消失熄灯，有些甚至都已经运营了超过半个世纪。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些传统餐饮品牌真正的把这个味道留下来，然后让它不再只是记忆里面的那个味道。左边呢，我们的洞察是这个样子的。这些传统老牌呢，其实他们在大家都面对一模一样的餐饮困难的时候，他们输的不是味道，而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制程。左边呢，是我们传统餐饮品牌一个老师傅在维持他们美味配方的一个 recipe。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蒜碎少许、指甲丁、指甲片、洋葱丁这样子一个比较类比的叙述。而右边呢，就是我们 Kitchen Lab 的，我们的精神是用科学化、标准化的方式。用数据化方式协助他们把这些味道稳定的保留下来。我们怎么做呢？首先，第一步，我们去代理传统餐饮老品牌，我们协助他们去优化。第二件事情，我们进到实验室里面的制程，去研发、拆解、打样，做出更符合标准、更稳定、更安全的9层还原品的半成品。那上面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标准化的过程中，我们协助这些餐饮老品牌，我们协助他们从传统的成本率从53% 下修到31%。再来，我们在人力成本的部分，我们去除了一些备餐的时间，透过这样标准化的流程，我们减少了1/3的人力的费用。再来，更棒的是耗损率，过往传统的餐饮都有一个12% 左右的一个平均耗损率，我们能够下修到2%。然后即便是在外送平台这样子一个比较艰困的运营的环境，我们也能够拿到9% 的净利率，这是标准化带给传统品牌一些好处。第3个步骤是 Kitchen Lab 的一个比较特色，我们不只协助他们去量化这些餐饮品，我们更协助他们去做最后的变现的销售。Kitchen Lab 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有36个复热还原的店点，我们协助他们去做最终端的一个变现的一个模式。这也是为什么 IP 端愿意加入我们的原因。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复刻了哪些传统餐饮品牌？各位画面上看到了有猩红牛肉面、淡水的原创的老牌阿给，甚至到必比登推荐的羊肉汤，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菜色品牌。我们复刻的不是一道菜，而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味道的一个传承。那 Kitchen Lab 创建的价值，除了 IP 的保存之外呢，我们也跟品牌共享零售的效率。我们就像一个 Open Platform 一样，对品牌来说，他们就等于是无痛展店加入我们 Kitchen Lab。那他们可以用更少的 effort 创造更大的 revenue， 这是我们创建的最棒的一个价值。那再来看到我们的变现模式，我们从食材供应、通路店点的，然后到餐饮利差的销售，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营收来源。那未来我们也会提供量化以及商化服务到品牌代理授权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只要传统餐饮品牌在量化的基础做得够扎实，其实我们就能够运用这3个模式，稳定的复利而成长。那2019年 Kitchen Lab 开始从事量化研究，到目前为止2025年我们才开始做变现模型。我们做到 POC 的实证能够做到69% 的毛利率。那目前呢，已经有长照业者连锁饭店以及5星级的饭店加入我们。那对他们来说呢，使用这样的一个餐饮品牌，传统的餐饮品牌，我们免去了大额的代理费用，而且还跨越了餐饮的物理的限制。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是很方便的。那目前 Kitchen Lab 呢，已经在一些连锁旅业的里面开始从事 room service 早餐以及外送的一些服务。目前我们完成3间的一个运营，那我们预计我们可以做到2200万的这样子的一个营业额。那今天的募资需求是我们写的是4000万，除了完成这3个部分之外，我们想要运用资本加速，完成接下来51个店点的一个模型的扩张。那最主要在这51个店点，我们在运营的部分呢，可以达到12倍的一个扩张。那 Kitchen Lab Julian 是有21年的通路经验，然后还有14年的餐饮。那我们的技术长 Richard
他也是每天都在泡在工厂里面研究量化，还有我们复刻还原的 Mac。一个是压缩食品，一个是解压缩食品，一个负责量化，一个负责还原，同时运营这样的配方。那我们的团队总共有16个人，那都有来自于 FCG， 还有过去云端厨房一些供应链的一些背景。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能够有能力把记忆中的这些味道，让它不再只是记忆，帮助这些传统老牌呢走出小巷，甚至走向国际。我们是 Kitchen Lab， 我是 Founder Julian，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Julian 的分享。